魏无羡的眼睛闪闪发亮，手在他坚实的肌肉上游移，在他下腹一寸一寸流连，指腹挑逗的画圈，指尖轻轻挑起裤沿，拉开一点，又让他弹回去，直逗得蓝忘机全身都紧绷起来。魏无羡说：我把你的衣服都脱掉，我说，二哥哥，你身材真好，我要吃了你，然后我把酒倒在了你的身上。魏无羡扬起酒坛，将酒液倾倒在蓝忘机肩上，冰凉的酒液沿着坚实的肌理淌过他胸前的太阳纹烙印，打湿了他的腰腹，流进他的长裤里。魏无羡把半坛酒放到琴桌上，双手扶上蓝忘机的腰，自他的肩一路吻至锁骨。蓝湛，天子笑，要配上你才好喝。他在蓝忘机锁骨上轻轻一咬，再一道那枚烙印，细细舔吻。蓝忘机身上俱是浓烈的酒香，让人醺醺然。蓝湛，如果你早早来云梦找我玩，跟我表白，我就这么伺候你，你说好不好？魏无羡站起身来，拿起酒坛。蓝忘机，你喜欢我，要像忘机情这样直接的讲出来，你讲出来，我就办了你。说完，他灌了一口天子笑，重新跪下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魏无羡撑在琴桌上，一边等蓝忘机平复，一边自得地想：本老祖真是厉害的一塌糊涂。一边还不忘继续出言挑逗：韩光俊，舒服吗？我做的好不好？稍请。蓝忘机慢慢拔了出来，同时在他肩上咬了一口。魏无羡嗔道：二哥哥，怎么这么凶？蓝忘机在他耳边道：去床上。魏无羡问：我自己走吗？蓝忘机在他光裸的臀上响亮地拍了一下。魏无羡道：自己走就自己走。说完，故意不去看蓝忘机，缓步向床走去。蓝湛，你这算不算是报复我和忘机情有过小秘密？你连忘机情的醋都吃。蓝忘机再也不能忍耐，一手扣住他的双腕，摁死在墙上，一手捏住他的下巴，将他的脸转到一侧，强势地吻他。别说了，你明明就很喜欢听，口是心非。待到缓过神来，魏无羡全身仿佛从水里捞出，水光粼粼。魏婴，舒服吗？我做的好不好？蓝忘机把魏无羡方才说过的话一句不落如数奉还。魏无羡有气无力地说：韩光俊，你真是个可怕的男人。蓝忘机握住魏无羡的手，与他十指紧扣，握在唇边，眷恋的一吻。夷陵老祖教导有方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又耳鬓厮磨好一会儿。蓝忘机道：我去准备水。他在魏无羡的额头上轻轻一吻，站起身，把散落一地的衣物挂到屏风上。突然看到滚到床角的陈情，捡起来交到魏无羡手上。水之前已经打好，蓝忘机转入屏风后，用灵力加热已经冷掉的浴水。忽然听到身后传来陈情呜咽的笛声，一曲忘羡，被魏无羡吹得柔情似水，又委屈巴巴。蓝忘机失笑。蓝忘机坐回床边，轻轻摸了摸魏无羡的发旋。魏无羡似嗔非嗔地睨着他，愈发吹得百转千回，幽咽泉流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。一曲毕，魏无羡把陈情放到蓝忘机手上，软绵绵地说：蓝湛，都还在里面，一滴都没有流出来，我好撑。却见陈情本来低垂着的鲜红滴碎，诡异的扬起，主动缠上了蓝忘机的手指，仿佛爱抚一般，轻轻摩挲蓝忘机指腹的情节。二哥哥，陈情这是对你认主了？蓝忘机微笑道：这是我和陈情的小秘密。拿起陈情放到唇边，落下一个轻柔的吻。蓝二哥哥。魏无羡背对着蓝忘机，趴在浴桶边，语气慵懒，带着自己不曾觉察的性感。何事？蓝忘机的手指正嵌在他体内，专心地帮他把东西弄出来。魏无羡回过头，媚眼如丝，灿然一笑：韩光君不仅天赋异禀，还学以致用，举一反三，力量、尺寸、技术、耐力都无可挑剔，登峰造极。韩光俊床技了得，夷陵老祖对韩光君认主了。说完，朝蓝忘机抛了个飞吻，甜甜地说：我只对你认主。宗主辰时未到，便已出行。江行舟说：宗主嘱咐，请韩光君和魏先生随意逛逛，不必拘束。魏无羡问道：江城这么早就走了？
魏无羡早已不知江城今时的酒量如何，不知昨夜喝的那样多，早起外巡是否难受。江行舟恭谨道：“族务繁忙，宗主一向是卯时起的。”哦。魏无羡怅然。江行舟又道：“宗主说您可以随意逛逛，四处转转。”这话他重复一遍，脸色颇为纠结尴尬。魏无羡略一思量，对江行舟道：“我明白的，您忙您的吧。”江行舟仍在踟蹰，欲言又止，兀自打量蓝忘机和魏无羡的神色。魏无羡笑道：“我真的懂的，您先去忙吧。”送走江行舟，魏无羡回屋重新更衣。他今日本穿的轻便简单，现下需换一身正式服饰。蓝忘机昨日已将两人所有衣物从乾坤袋中取出，整齐地挂在衣橱之中。魏无羡一一拂过他的外衫，玄衣最多，白衣其次，还有一件青衫，是参加某地特色的青山碧水结实置办的。蓝忘机也有一件一模一样的。魏无羡略有些犹豫，他的黑衣都十分精致，深色卷云纹滚边，内侧用细线绣满密密麻麻的咒术真言。但他最庄重的行头，自然还是姑苏蓝氏的礼服和校服，从抹额到外袍到里衣，无一不精。因为太过繁复麻烦，魏无羡只在重大场合才穿。蓝忘机替他择了黑衫，像你少年时便好，我帮你束发。魏无羡在镜前坐好，笑道：“怎么是像少年时？我现在也是少年。”蓝忘机将他的长发一一梳顺，然后高高竖起，用红色发带绑好。发饰倒是一样，可惜模样变了，以前多有男子气概，现在就是个小白脸。眼睛没变，永远清明纯净，澄澈动人，永远都是魏婴的眼睛。韩光俊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更喜欢我现在这副如花似玉小白脸的模样？其实倒也没有相差太多。相由心生，魏无羡面容已有细微变化，越来越像前世。不过这几年养得太好，较从前更加细皮嫩肉些。蓝忘机的手指穿梭过他的高马尾，将青丝盘卷在他脑后，握成一个松散的发髻，对着镜子看了看，又把他的发都放下，把玩道：“是个好看的小白脸。”魏无羡捧住双颊，假意脸红道：“韩光俊，你怎么这样？你又撩我？下次会先同你打招呼。”魏无羡按住心口，夸张地说：“还有下次？还会有许多次。”两人绕过重重楼宇，来到莲花坞深处的一座黑色的八角殿之前。魏无羡道：“蓝湛，上次来你紧不紧张？我现在有点紧张。”蓝忘机低声道：“上次蓝忘机在树下接住魏无羡，拥抱片刻，满心都是酸软而漂浮的，来不及分辨其他情绪。初到祠堂时未解其意，倒也顾不上紧张。后来跪拜时，才生出自己的小心思。现下是第一次以道侣的身份来。”魏无羡站定，帮蓝忘机重新端正一下抹额。蓝忘机亦帮他理一遍领口。随后魏无羡推开门，两人轻轻走了进去。殿前方整整齐齐码着一排一排的灵位。蓝忘机取了6支供台里的线香，挽袖在一旁红烛上点燃，递给魏无羡3支。两人各自奉着3支香，跪在排排灵位之前，一起对着江丰眠和于子渊的名字俯首拜下，动作规整，神情肃穆。1次、2次、3次，拜的动作完全一致，然后郑重其事地将线香插入铜鼎之中。魏无羡双手合十，默念道：“江叔叔，于夫人，是我回来了。上次劳烦你们帮我定下的这个人，我们已经结为道侣，3拜9叩，合集完礼。谢谢你们帮我把人定下，他现在是我的人了。”魏无羡看着身旁跪姿端正无比的蓝忘机，正好蓝忘机也转过头来看他，两人会心一笑。我们常常同金陵见面，金陵是个好孩子，剑法极好，百步穿杨。上个月还在翠玉峰遇上了江家几个孩子，都挺厉害，靠最基础的采莲阵，在怨鬼黑雾里撑足了3天。魏无羡默默祝祷，以前有什么心里话，都是同江燕离说。江丰眠毕竟是长辈，和于子渊更谈不上亲近，眼下难得来一次，却是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讲。与金陵一起经历过的每一场夜猎，乃至金陵每一次见招的变化，魏无羡都细细说了。红烛寂寂燃烧，
线香的莲香气缓缓升腾，一切静谧而安宁。光阴一瞬，百代过客，跪在祠堂里的少年变了又没变。离开祠堂，魏无羡问蓝湛，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？你，精灵，这么巧，我也是。两人相视一笑。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，听完整版故事。